现在还有什么生意适合我们做？现在啊，只有一门生意适合我们做。什么？无本生意。这个我拿手，我可以上街卖艺，养活自己没问题，但东院其他人不行啊。哎，我最近跟四叔学了几招，我们可以搭档啊。小五，别闹了。江福奇，你查查我们账上还有多少钱？不用算，我们不仅没钱，反而还倒欠着帮我们种罂粟的佃农的工钱，总共47两银子。那我们现在唯一有的就是这50亩地，要不我们种棉花吧，一年怎么有1800两银子的收益？这马上就入秋了，你种什么都来不及啊。明年开春就种。钱呢？买种子的钱，请佃农的钱。从现在开始到明年开春还有大半年的时间，这大半年我们怎么过？小五，哎，这关中有多少亩棉田？总得有1万亩吧。王世军，嗯，我们那50亩地能当多少钱？最多也就2000两银子。去年棉价多少？去年棉价贱，才60文一斤。60文一斤，怎么都还差2000两？你想做什么呀？我知道哪儿有2000两了。你要我把那2000两银子给你？不是给我，是借给我做棉花生意。入秋之后，我连本带息一起还你。不行，不行，咱们娘俩以后得靠这笔钱养老呢，说什么都不能动。养老，这2000两银子哪儿够啊？我算过了，把不用的丫头跟小厮都打发了，我自己再绣绣花，打打结子，再加上那50亩地，你、我、张妈能过下去。那还不如借给我搏一搏呢。2000两变4000两，4000两变2万两。不行，为什么呀？你种罂粟刚亏了一大笔钱，不能由着你再折腾下去。我这次有把握，一定不会亏。我本来就不舍得你抛头露面，现在看来，你也不是做生意的材料，你就别那么辛苦了，跟着我老老实实过日子啊！娘，我求你了，把那2000两给我吧。你说啥我也不会给你。周莹，有句话，我早就想跟你说了。你要愿意留下，咱们娘儿俩就相依为命一辈子。你要不愿意，想另寻生路，我也不会怪你。毕竟你还年轻。娘，你这是要撵我啊？不是撵你，东院不是以前的东院了，没必要再拖着你。这以前东院有钱的时候，你们撵我，我就没走。现在东院没钱了，我更不走。说服，你撅啥屁股啊？重心朝下，马步蹲裆，往深了蹲，把气运足。你现在有没有感觉一股丹田之气啊？
有。好，这是最关键的时刻。给我20文铜钱，我帮你打通任督二脉。叔，你怎么又要钱呢？你之前已经要了我好几百文钱了。爱给不给，换了别人50文，1文不少。爹，你身上还有多少钱？哎呦，这2天手气不好，昨天晚上连最后1文都输光了。不过福来还有20文没收上来。不是，叔，那钱我没答应给你啊。你那些宝贝呢？全当了。哎，你干什么呢？哎，我说，哎，你这是要干什么呀？没有，真没有。你看，我没骗你吧？能当的我全当了。你要干嘛？我说，这是什么呀？这是我的东西啊。这里面没有一样东西是你的。哟，这杯子原来是你偷的，你什么时候偷的？就是吴聘死的那天早上呗。福来，哎，把这些东西都拿去当。哎，别！哎，这些玩意儿不值钱，最多也就能当50两银子。至少能把佃农的工钱给还上。哎，总算是找到了50两，还有2000两，上哪儿去找啊？爹。哦，哎呀，爹，我想请龙生河的杜老板来我们家吃顿饭。啊，你说什么？你能平安回家，全靠他帮忙。他？永梅，请记住，这个人绝不能走进我们家一步。你这辈子也不要再跟这个人有任何接触。为什么呀？你记住我的话就够了。哎呀，真是周莹无意当中的一句话，一下点醒了我。原来还有这么回事儿。这救命之恩，你怎么也得拿出点银子来报答吧？我当初救周莹的时候，可没找你要救银子。行，我们2清了。2清就2清。你呀，别以为我占你的便宜。你救周莹就1条命，可周莹一句话救了你们全家。你说的没错，四叔。我代表我们全家谢谢你。好。怎么还唉声叹气的？生气了？你爹又骂你了？骂我的人多了去了。还有谁呀？哎，不说那个人了。周英最近在干什么呀？嘿，前2天呢，不知道他发什么疯，一把火烧了几千两银子。这2天又发愁，到处找银子。哎，你跟他说啊，我沈心怡呢，随时欢迎他来我们沈家卖身为奴。丁姨，
从他收拾吴家三媳妇儿，我就看出来，你呀，干不赢他。走着瞧。少奶奶，你蹲这儿干嘛呀？发愁。怎么了？这夫人修的啊？是，让我拿出去换点钱，贴补家用。这以前夫人何尝会将这些碎银子放在眼里？唉，是啊，夫人虽不是官宦出身，但从小到大也是养尊处优的，从来没为钱发过愁。绣花，都是为了打发时间。现在倒好，落得如此境遇。张妈，我想求你个事儿。什么事儿？张妈，你太厉害了，你怎么找到的？我跟了夫人几十年，她的东西藏哪儿，我还不知道。谢谢你啊，张妈。少奶奶，从你拉拢二爷、四爷，帮助夫人起，我就看好你。你可千万别辜负我啊！不枉我帮你这回。放心，这2000两我一定能翻本。可如果夫人发现了，就按照我们之前说的，全算我的。王志英，小五过来。对。2000两银子。哪来的？3元典当行70%的股份？夫人不是不同意吗？我让张妈帮我偷出来的。偷出来的？张妈为什么要帮你？我说服张妈，与其坐吃山空，到最后走投无路，还不如一起赌一把。赌赢了，说不定还能重新过上不愁吃穿的日子呢。张妈这么仗义？她那不是仗义，是聪明。以前在东院，她也算是半个主子吧，那是要钱有钱，要威风有威风。你看现在，比老妈子还累还苦。所以张妈愿意跟我一起赌一把，赌赢了，她可以重新过上不愁吃穿的日子；要输了，她也没什么损失呀。可夫人发现了怎么办？所以，现在的当务之急，是你们必须尽快把这银子给全部给花出去。尽快？怎么花呀？爹，又喝多了？我想让你当药材行的2掌柜。我不当。什么意思？除非你同意我加血节。你加了血节，我们只有亏本。赔本也比别人指着鼻子骂我们说我们没良心要好啊！起来。以前我处处讲良心，但结果得到了什么？现在我们沈家要名有名，要利有利。我们的名都是拿不义之财买来的。放肆！我说错了吗？
静儿，我知道你担心什么，但这次的事让我看清楚了。只要靠着贝勒爷这棵大树，我们就什么都不用怕。你连报应都不怕了？这事就这么定了，你什么都别说了。我跟你说，我一定不会跟那个杜明礼打交道的。你不跟明礼打交道，你就什么都做不了。大不了我继续回沈家做我的败家子儿。才好了几天啊啊！你又狂得不成人样了。我是为了我们沈家好。你是存心要把我气死啊你！我是为了我们沈家好。之前他们合并的时候，因为韩三春年长，所以我师兄让他做了大当家。不过这次可不能再让了。你那师兄能说服韩三春？不用说服，咱们这边定了，我师兄知道该怎么做。那就好。最近英贤在知府这个位置上做得不错，贝勒爷打算把这功劳赏给他，让英贤去招安。先剿后招，而且你那师兄最好有点立功的表现。他想要的位置，贝勒爷也能给的名正言顺。那不正好吗？韩三春的人头应该够分量了吧？嗯。晚点啊，晚点。林兄，停！杜老板，胡小姐呢？啊，杜老板，杜老板，胡小姐，这是啊，我爹回来了。我知道。其实我早就想去谢谢你了，只是我爹他暂时还没有恢复过来，所以就耽误了。你爹他还好吗？他身体还好，可是整个人就像没了魂儿一样。这不，生意也做不下去了，只能摘牌关门了。你爹他跟你说什么了吗？他什么都没说呀。这刑部大牢啊，跟地狱没什么两样。我应该早点出手的，这样也不会让你爹受这么多罪。杜老板，您别这么说，我爹能平安回家，永梅已经感激不尽了。可是你爹继续这样下去也不是办法，只能慢慢劝他了。我倒是有个主意，既然你爹生意做不下去，要不你们先换个地方。我的意思是，先把你爹带出去走走，这样或许能让他好得快一点。这也是个好办法。二少爷，二少爷，麻烦您把这个送到棉花行去，交给棉花行的石掌柜。我不应该在这扫地吗？老爷吩咐了，以后不让打杂了。又让我去跑街。行，去吧去吧。哎，这是一等棉，这边是甲等棉。哎，你们看好了啊！石掌柜，哎，你的信。哎，二少爷。
信你也看了吗？没什么事，我先走了。二少爷，请留步。怎么还要我搬货？你不知道信里的内容吧？那我哪敢看？老爷任命你为棉花行的2掌柜，从今天开始你就跟着我。你说什么？你看。夫人，崔家把上次的钱结了。啊，好。行了。哎，这么点钱拖了这么久。少奶奶，你不说是夫人下令让我拿的吗？对不起，张妈，我骗了你，夫人从来没这么说过。哎呀，你怎么这样啊？你为什么偷我的银子？我找你借你不给，我又有急用，所以只能偷了。你还有理？那些银子呢？在哪儿呢？都花了。你说什么？全都花了，1文都不剩。你这个忤逆不孝的东西，你！去悬崖，去悬崖！报官！什么？正式状告周莹？是。婆婆告儿媳偷盗。这个女人还真是一刻都安分不下来。请赵大人做主，为民妇做主。周莹，你婆婆状纸上所说，可是事实？是，句句都是事实。赵大人，我错了，请你责罚。但我现在还不出来。啊？为何？我订了2000亩棉花，那2000两银子，连同典当土地的银子，我都交了棉花定金了，现在1文都不剩。赵大人，我这有详单，你看了就知道，我所言不虚。啊，在这儿呢。你把那50亩地也拿去当了。娘，消消气。你是存心不让我活呀？没有银子，没有地，我要怎么办呀？周莹，你可知道偷盗2000两白银乃是重罪，怎么也要关上1年半载。我知道，但如果你现在把我收监了，反而是害了我娘。娘，要不然这样，我在此立字为据。3个月之后，我连本带利还你2400两银子，那50亩地也完璧归赵。若3个月还不出来呢？我自己到衙门投监，要打要罚，绝不皱眉。你要是骗了我呢？
这样，我请赵大人为我作证，我一定信守诺言。赵大人，可否？放肆！你拿我赵白石当什么人？为你作保担责？当初若非赵大人教导，我怎会突然醒悟一把火烧了那罂粟？所以你当保人理所应当。周莹，你行为不检，目无尊长，视法纪为无物。今日我若不再重罚于你，整个泾阳的风气将被你败坏。来人，来，将民妇周莹拖下去，打3大板。别打！赵大人，我撤诉了还不行吗？你想告就告，想撤就撤，你拿我这县衙大堂当什么地方？哎，赵大人，你看我娘都说不告我了，你就饶过这一次吧。啊，赵大人，哎呦！夫人，这3板下来，寻常男子都难以经受。我这么做，的确是用心良苦。你火烧罂粟，赵某佩服不已。虽说你心有良知，但如果不及时匡正，很容易走上邪路。所以，我打你这3板，就是希望你能痛并思痛，从此收敛心性，走上正路。赵大人，谢谢你刚才打了我，但却不是你刚才那番道理。那是什么道理？我偷我娘的银子，虽然情非得已，但也是错得离谱。你打了我，我屁股虽疼，但我心里却松快不少。我娘本来恨我入骨，但你将我打得如此之惨，她的恨也变成了心痛，也让我心里十分受用。我也可以大显身手了。嘿，3板子换吴家东院一个东山再起，我觉得还是挺值的。看来我的苦心你根本没有领悟，我还得再劝劝你。哎，你不就想说那个非什么那个误什么吗？别劝了，我这辈子也改不了了。哎呦，太疼！啊！哎呦，娘，我缓过来点，我们回去吧。不打紧吧？哎呦，要不要去看看梁大夫？不用，我自己有偏方，专治跌打损伤。要不要喊点轿子来？哎呦，我这样子哪里还能坐轿子呀，娘！哎呦，春熙，来，我起来。哎呦，不行，等一下，那么烦。赵大人，把你这凳子借我使使。春熙，把我抬上去。啊，来，腿，把我腿扶上。哎呦，轻点。哎呀，王世军叫不起来。启动，回府。哎，慢点。哎呦，轻点，轻点，稳点。别晃。来，小虎。哎呦，别接，疼死我了！轻点，来，轻点，稳点。哎呦，
别晃，别晃，稳点儿，别晃啊！对，慢点，慢点。疼吗？你也是为了吴家东院，为了能让他以后过上好日子才这么做的。他居然还去县衙告你，还让你挨板子。没事儿，这3板子既打不死我，也打不残我。少爷一走，孩子一掉，说白了，你跟东院也没什么瓜葛了。少奶奶，要我是你，我就走，反正一身的能耐，走到哪儿也饿不死，何必守着这个烂摊子？可她是吴嫔的娘啊，这是吴嫔的家呀。我走了，她怎么办？这个家就再也没希望了。你对少爷的感情真是太重了。吴老爷，你这条毒蛇！我要杀了你！我要杀了你！你这条毒蛇！您就这样对待你的老朋友？你骗了我！你说吴为文他宠爱我、陷害我，但其实他根本就没有造假，那袋假药也不是他教出来的。相反的，他为了救我，竟然把一切都揽在自己头上。可是我做了什么？我竟然做假证，把他置于死地呀！可是如果你不做假证，死的人就是你呀！我宁可死的是我。是吗？你真的敢死吗？吴老爷，说句实话，你死不死我一点都不在乎。吴为文他死不死我也不在乎，在我眼里，你们都只是蝼蚁。那你就杀了我。不能杀。虽然在我心里你无足轻重，但是对另一个人来说，你却非常重要。谁？你女儿胡咏梅。你把她怎么样了？她现在很好，她现在在外面到处找法子救你，现在求到我这儿来了。你想怎么样？我决定放了你。你还是杀了我吧，就像你逼死韦文兄一样。可我已经答应胡咏梅了。你如果把我放出去，我一定要把这一切都说出去，我要为吴为文报仇。
如果你真要说出去一个字儿，我就让胡有梅沦为家奴，让她一辈子求生不得，求死不能。我说到做到。胡老爷，活着才是最重要的，好好珍惜吧。老爷，按照您的吩咐，古月药材行已经关了，其他的都好处置，唯有这尊药王神像，我不知该怎么办，于是就带回来了。您看看，我记得这神像，还是当初开业时吴卫文帮忙请。你这是？哟，你怎么了？这老爷干嘛呀？你怎么了你呀？来人吧！爹，来人爹，你怎么了？老爷，别这样。老爷您坐下，坐下，坐下。爹，你心里面一定有事。说出来吧，说出来会好一点的。爹，我是你女儿，有什么事情不能跟我说呢？让我帮你分担呢？到底发生什么事了？哎，我不能说呀。爹，我们离开景阳吧。去哪儿？去哪儿都好，反正不在这儿待了。爹，不管过去发生什么事情，我们走得远远的。我们俩把过去的都忘了，我们重新开始。好不好？爹，你这样，吴叔在九泉之下也难以心安。咏梅，你不知道，你不知道，是我害了魏文兄，我对不起他呀。你是胡志存，周莹，你刚才为什么说对不起我爹？你做了什么害了我爹？咏梅，我们走。你用松香假冒血节，卖给东院。我没有。事情败露之后，你却诬陷我爹作假。你洗脱了自己，但东院却因为你家破人亡。你胡说，我爹不是那样的人。当着我爹的面，你告诉我，我刚才说的是不是真的？当着我爹的面，你说，你为什么要陷害他？不。不是我，不是你还能是谁？魏文兄，我不是人呐！爹，我们走。
你不能走，爹，你跟我说清楚，君炫到底是怎么回事？妈，放手！我也是被逼的呀。谁逼你的？你说，是谁逼你的？不是我的错，都是我的错。你放开我爹，放开他！爹死得不明不白，你一定知道其中究竟。事到如今，你还不愿意说出真相，难道你甘心让我爹死不瞑目吗？你放开我爹！我不能说。为什么不能说？为什么不能说？你说，为什么不能干？来，爹，我们走。胡志存，胡志存，你回来！快点，把我告诉你，把话说清楚。去拦住他们！胡志存，你说，到底是谁在逼你？快点！君炫到底是怎么回事？你家学姐到底是谁的？你回来！快走！驾！走开！就算你跑到天涯海角，我还是会找到你。我一定要查出真相。爹，没事了，那个贱人没有追上来。都是我的错呀，我犯下了大错。爹，我不知道那军需案到底是怎么回事，我也不想知道。我只认一件事。你是我爹，哪怕你错了，你也是我爹。可是我不是人呐，我不是人。爹，没事儿，只要我们离开泾阳，一切都会结束的。一切真的结束。胡志存回家了，祸都是他惹的。现在老爷不在了，他还完好无缺的回家了，这还有没有天理呀？我能感觉得出来，他对陷害爹的事情也十分愧疚，而且他一定知道军需院的真相。可惜胡有梅把他给拉走了，我什么都没问出来。可知道了又怎么样？老爷也回不来了。爹诚信一辈子啊，不能背这个作假的名头死。我们东院就算破产，也不能因为作假破产。对，我们明天就去胡家一趟。娘，你打算怎么做？我要问问胡志存，他的心到底是怎么长的？他胡家之所以有今天，老爷当年可帮衬了不少，就算不念恩，也不能恩将仇报呀。娘，要不这样，你明天啊，就跟他讲讲以前的事情，动之以情，说不定还能让他悔悟。爹，吃饭了。好。秀梅，你也早上陪爹喝2盅吧。好。来，爹，尝尝这个。我和你无数啊，很年轻的时候就认识了。有一次在通州遇上了贼人劫路，我身上被砍了几刀，奄奄一息。
你五叔愣是背了我20多里，找到大夫，我才算捡回了一条命。还有一次反皮毛，爹赔的是一干二净。你五叔二话不说，从自己的进货款里头匀出了200多两银子，给我让我重新振作，不至于走上绝路。爹，我们今天不说这些。哦，好，不说这些。那说说你吧。找个上门女婿吧。今天也不说这些。别的我都不要求，唯一的要人诚实厚道，一心一意对你好。不过你记住，钱你得自己拿着。我不嫁人。傻闺女，哪有女孩子一辈子不嫁人的？我就不嫁。爹攒下的钱都在你娘陪嫁的那个箱子里，但你要记住，千万别做生意。你拿这些钱去置买些地，收租过日子，能平平安安活一辈子，那就是最大的福分喽。你怎么突然间说起这些呀？没什么呀。爹就是怕哪天我突然不在了，该交代给你的事都事先交代好。怎么会呢？咏梅，你哪儿都好，就是脾气直，太任性，遇事不知道脑筋拐弯儿。以后可千万记住，凡事收敛点儿，万事小心。爹，我知道了。好。那你是打算去江浙还是湖广？你要去哪儿，我就去哪儿。爹不能陪你一辈子呀。我就要你陪我一辈子。好，那爹就陪你一辈子。来。老爷，吃饭了。老爷，吃饭了。老爷，哎呀！难道他们知道我们要来啊？不管他，进去再说。走。怎么了？昨天晚上，我们家老爷上吊了。啊？怎么会这样？
小姐，小姐，你还我爹来！你还我爹来！你还我爹来！你疯了！我爹死关我什么事啊？就是你昨天说的话逼死了我爹！你这个凶手！凶手！你爹死关我什么事？小姐，你爹害我东院破产，害我爹含冤而死，我还没跟他算账呢！我跟你拼了！我杀了你！你们家小姐！有没有看？别这样啊！别这样我！我要跟他同归于尽！娘，行了，我们走！我要杀了你！我要杀了你！我杀了你！赵阳，我胡永梅发誓，只要我有生之年，我一定杀了你，给我爹报仇！我呸！小姐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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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没事吧？没事。为什么这胡志存要死呢？把话说清楚不就好了吗？他就这样走了，丢下咏梅一个人，日子可怎么过呀？娘，你先回去吧。你要去哪儿啊？这事儿不能就这么完了。可人都死了，还能怎样？胡志存死了，这事就更蹊跷了。你们送娘回去。胡志存上吊自杀了。若不是心怀愧疚，他又怎么会自尽？若不是军需案另有隐情，他又怎么会心怀愧疚？你仍然坚持吴伟文是清白无辜，造假的都是胡志存一人，不然没法解释这种种疑点。你的心情我可以理解，但是军需案已经结案，据我所知，能够这样了结已经是法外开恩。如果我是你，不会再节外生枝。如果你是我，只怕会更加穷根究底。只可惜我是个女的，没法亲身去追查。这样吧，我再去帮你问问，尽快给你一个详尽的答复。唉，那就多谢赵大人了，我先告辞了。夫人，你的伤好了？好了，都没事了。谢谢赵大人关心。这儿不能躺，快滚！胡小姐，你先起来歇息一下。胡小姐，难道你家就没有别的亲戚了吗？有很多，只是自从我爹卷入军需案之后，再也没有来往了。倒是你，非亲非故的，还来悼念。胡小姐，那你爹走之前跟你说什么了吗？一句话也没说，一个字也没留。
都回家了，怎么还想不开呢？因为有人逼他。谁？吴家东院的周莹。他为何要逼迫你爹？他说我爹陷害了吴卫文，一定要我爹说出什么真相。我爹早就答应了我们一起离开泾阳，但现在却因为他那番话。就我所知，军需案作假全是吴伟文主使，而你爹是被牵连进去的，这怎么可能怪罪你爹呢？我爹死得太冤了。吴小姐，请安睡眠。那您之后打算去哪儿？我哪儿都不去，我要留在这儿。为什么？我要杀了他，为我爹报仇。白石啊，最近如何？还好。哎呀，你的事，当初李大人也力保过，但是贝勒爷呢，却不依不饶，也只有让你暂时受些委屈了。哪里谈得上什么委屈？是我处置不当，调查不力，我应当受的惩罚。最近一段时间，内务府的很多采买事宜，贝勒爷都是直接交给泾阳的沈家，你知道是为什么吗？据我所知，泾阳沈家和龙生河已经合股。原来如此啊！太后要勘修3海都没钱，还得从海军衙门的经费当中挪借，这帮王公贵族真是敛财有道啊！敛财总需要工具嘛，贝勒爷于是就选中了沈家。你此次被贬泾阳，正好可以密切关注沈家和明理的动向。这一次，就算他们侥幸过关了，下一次一定要逮个正着，到时候我也好找一个机会，让你官复原职。还有什么动向？胡志存自尽，您可听说？为何？不知道，没有留下遗言。但是死前好像隐隐约约的透露吴卫文有冤。此案连过3堂，吴卫文的口供前后完全一致，证人证据俱全，我敢保证，吴卫文绝对不冤。可是吴家东院的后人并不甘心这个结果。那个吴家东院还剩什么人？还剩2个寡妇。再罪大恶极的犯人，在其亲人眼中也许都是好人，这是人之常情。不过此案当初牵涉甚广，如果再翻陈渣，我怕对时局不利。如果吴家东院的后人继续纠缠，你可采用非常手段弹压。少奶奶，今年风调雨顺，棉花的产量特别好。你看，像这种品相的，至少1斤可以卖到100文。还了我娘的银子，再把地赎回来，今年至少能赚2万两。夫人，赵大人，找我有事？你前日所说之事，我特意询问打探一番。结果如何？吴卫文军需作假，可以说是铁证如山。
我爹绝不会作假。夫人，所谓知人知面不知心，你心中的那个吴伟文和真正的吴伟文，也许并不是同一个人。不可能。此案乃是朝中几位大人亲自督办，你若再是纠缠不休，我怕不但翻不了案，还会引祸上身。夫人，我还有一句相劝：吴家东院虽然遭遇大祸，不复从前，但你的身份仍然是大户人家的少奶奶，也应当遵守原来的做派。赵大人，你是不是又想说，我应该大门不出二门不迈啊？理当如此。可现在吴家东院就剩一个寡母一个我再不出来干活，那我们吃什么喝什么呀？哎，我知道，你要说饿死师小，失节师大，可我现在还不想死，我还有很多事情要做呢。失陪了。二少爷，二少爷，哎，怎么了？情况不对啊！往年这个时候呀，来卖棉花的棉农早就排起了长队。今年眼看8月15了，外边一个人影都没有。会不会今年的棉花成熟的晚啊？没有啊。那你快去打听一下，到底怎么回事。再过几日，武汉的童老板就要来了，别到时候没棉花卖。哎，我这趟看下来，就属咱们订的棉花长势最喜人，就这2天，都准备开始采摘。少奶，沈家二少爷来了，说要见你。他的确该来了，请他进来吧。我去迎一下。沈少爷，里面请。少奶奶，沈少爷到了。沈少爷，请坐。哎呀，我发现从正门走啊，舒服多了。沈少爷，请问你找我有何事？啊，我听说你提前3个月收了些棉花。是。收了多少？不多，80万斤。80万斤啊！你真是在找死啊！哎呦，这话怎么说？你知不知道80万斤棉花放在你这儿风险很大的？是吗？那怎么办呀？我可以帮帮你。哎呦，真是太好了！怎么帮呀？全卖给我。没问题。哟，爽快啊！80万斤棉花，120文一斤。啊？什么？我没听错吧？120文一斤。你知不知道去年棉花卖60文一斤，你卖120？但是棉花可是从今年的地里长出来的。你就是在坐地起价呗。这棉花在我手上，我爱要什么价就什么价。65文。
120文一斤，一文都不能少。哎呀，你别这样嘛，我真的是在帮你。我觉得呢，咱俩是朋友，那朋友之间凡事就应该有商有量才对嘛。是，但朋友是朋友，生意是生意。你别忘了，我还救过你一命呢。铭记在心。70文，120文。周莹，啊，你别以为全观众就你一个人有棉花。我们走。这关中还就只有我一人有棉花。不行，人家东院已经付了定金，这片地的棉花都是人家的了。哎，考虑的怎么样？二少爷，这多赚钱是个好事儿，可今年我跟东院签了契约，今年所有的棉花都得卖给人家。要是卖给其他人，卖多少斤就得每斤100文倒贴给人家。李长，哎，李长，帮我好好想一想啊，这附近还有哪一家是没把棉花报给吴家东院的？这品相稍微好一点的，都定了，一家都不剩了。不剩。哎，停！停！落轿。沈少爷，有何指教？这样吧，70文，一斤让你赚5文。120文。75。周云，你到底要怎么样啊？我要赚钱。我已经让你赚10文了，你还嫌不够啊？不够。那你要多少？这样吧，看在咱们俩相识一场的份上，我给你115。你这个价格我没法做了。没法做，那就回家爬墙上树、摔盆打碗、唱歌划拳吧。起轿。少奶奶回来了。停。落轿。少奶奶，小五，佟掌柜已经到泾阳了，住云来客栈。云来客栈，就那小客栈。对，佟掌柜做事一向不张扬。那我们现在就去登门拜访。少奶奶，你就这样去吗？有问题吗？佟敬夫可是一个大商人，每年从他手上经的皮棉都在100万斤以上，他的对手很挑剔，以前都是老爷亲自接待。你要这样去的话，我怕他不会取信于你。好，我明白了，我得有个豪门大户、当家少奶奶的样子。